小时候光听到买你的破泥就着急快进了，现在才发现原来那些错过的 OP 细节不亚于再看一集正片。首先来看第一季的 OP 画面，满是青涩感，那是紫月和穗龙坐着热气球刚从坎特洛特飞去小马谷，带着宇宙公主的嘱托寻找友谊，所以 OP 里的核心画面就是爱慕6的初次同框，一张简单的大合照，连穗龙都没挤上 C 位，传送照片的环节也只有宇宙公主独自观看，像极了我们刚认识这群小马时的样子。没有复杂的剧情，只有纯粹的友谊萌芽。现在回看才发现这份简单里全是铺垫，毕竟那会儿的小马们还没经历太多冒险，也还没解锁更多羁绊。OP 的朴素恰好对应了他们最初的模样。然而前3季 OP 的变化都不算很大，但细节已然开始悄悄埋下伏笔。比如从第3季开始，降落点从随便一块空地改成了火车站，可爱军团撒小只乖乖坐在车尾，拉车的小马也换成了苹果嘉尔的哥哥麦多什，说明小马谷的日常变得越来越热闹，大家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。而无序也从搞事的反派到被柔柔的善良所打动，成功洗白，在第4季之后的 OP 中出现在了柔柔身后房子的窗户里。但由于无序的官方设定为近乎永生的混沌之灵，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柔柔去世以后，无序用魔力穿越回过去偷看柔柔。关于小马谷寿命论什么的还是太刀了。还有之前的爱慕6大合照也多了一众配角，紫月也张开了天角兽的翅膀，不再是最初那个腼腆的独角兽，谁看了不说一句友谊公主是谁。连照片的拍摄者都换成了美照菲尼莎，城堡里接收照片的也从宇宙公主一满新加入了月亮公主，每一处改动都精准对应剧情，这种用心真的很难不被打动。第4季结尾的名场面，相信大家都记得，紫月的金橡树图书馆被提雷克炸毁，所以第5季一开场，大合照的背景就从金橡树图书馆换成了崭新的友谊城堡。另外，第5季结尾星光熠熠成功洗白，这个伏笔直接留到了第6季的 OP 里，但看得出来他还很拘谨，表情有些勉强，毕竟刚来到小马谷还没完全融入大家。而到了第7季，星光熠熠彻底融入了小马谷，和爱慕6打成一片，因此他不再是之前的勉强微笑，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这前后的变化简直就是星光熠熠成长的最好证明。当然第6季的 OP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那就是可爱军团历经5季的努力，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可爱标志。以前空白的屁股已经清楚地印上了各自的标志，谁看了不替这3小只开心。然而都说第8和第9季的 OP 堪称大换血，首先就是紫月开办友谊学校，云宝穿上梦寐以求的闪电飞马队队服，碧琪在友谊学校的教室里做蛋糕，把快乐传递给更多小马。珍奇回到了坎特洛特的服装店，继续追逐自己的时尚梦想。苹果嘉尔则在向学生们表演踢苹果树，把自己的本领传递下去。而柔柔也终于建造属于自己的动物园。还有一个让人破防的小细节，就是柔柔的宠物安吉尔明显老了很多，吃苹果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狼吞虎咽。除此之外，还加入了很多新角色，比如第7季确定关系的麦托什和舒格贝，还有索瑞斯和火苗。他们在第7季访问小马谷时相识，所以 OP 里2人结伴而行，画面十分温馨。第7季搬到小马谷的灰旗也在 OP 的角落里默默砸石头，低调又可爱。第9季作为最终季， OP 基本延续了第8季的风格，但仔细看依旧还有惊喜。虽然大合照的背景还是友谊学校，但画面里的角色更多了，不仅有小马谷的老朋友们，还有友谊学校的学生们。看得出来，紫月真的实现了宇宙公主的希望，收获了无数真挚的友谊。片尾收信的场景也发生了变化，在日月2位公主的基础上，增加了阴影公主、闪耀盔甲和风雪之心，一家人同框的画面温暖又治愈，也为整个系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